最爱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颗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。在你外套里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就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山去回舟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吗腰这边有一点紧，你可以放松一点点吗 ？OK， 我帮你量量看。我大概帮你放松半寸，穿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件婚纱，谢谢你。最重要是你喜欢。哎，你这条手链很漂亮哎。这是我和伊恩第一次见面，他送给我的，也是代表我和他的缘分。真的很浪漫哎。我会好好珍惜上天给我们的缘分。噔噔噔噔，这脸好看吗？你确定要这样穿吗？哎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难得伊恩这么欣赏我们华人的文化。来，两个站在一起，你看，感觉很好啊。我觉得很怪。不会，东方和西方合二为一，很符合你们婚礼的主题啊。我真的要嫁给这个不中不西的老外吗？你不是后悔吧？你跑不掉。小心！ 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听到有声音就自己走进来了。麻烦你要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客人。Michelle， 你不记得我吗 Corinne， 没想到会在这边遇见你，你要结婚了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这是我老公 Ian， 这是我中学同学 Corinne。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Oh, excuse me.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。外资银行总裁，我们下个月要结婚，到时你一定要来。我一定会出席。好了，有空一起去喝茶吧，我们还有事做。先去换衣。我来帮你吧。谢谢。拜。拜。小心啊。好的。你真的很漂亮哎。没想到毕业了这么久，还会再遇到 Michelle。在中学，她成绩考得很不好，听说她家人把她送到国外去深造。是啊。她以前长得不怎样，可是现在却嫁给有钱人。丑小鸭真的变天鹅了。真正喜欢一个人呢，是不会在乎他有没有钱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也不能够饿肚子啊！要爱情不要面包这种话根本是骗人的。我觉得啊，只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就算是粗茶淡饭，也可以幸福快乐的。可是如果可以跟一个自己所喜欢的，而又不让自己吃苦的人在一起，那不是更好？就像Michelle一样，
你跟子阳看起来挺登对的，他是你男朋友吗？身体站直一点，很好。转右一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保持住。笑得灿烂一点。很好。终于拍完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收工吧。老板，满意吧？怎么样？这一次有幸福的感觉了吧？我拿人薪水，当然要交出满分的作品。如果那样的照片你们都照收的话，我真的会很看不起我自己的。好啦，我们没有审美观，你最厉害啦，这样满意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少臭美啦你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再见。文熙，洗衣店把婚纱送回来了，你去点收一下吧。啊。是这个吗？对，谢谢你。我刚才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的。还有，你电话刚才响了。可能是朋友找我吧。可能吧。难怪刚才我一直听到电话响，我还以为是子豪换了电话铃声，原来是你的。好吧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等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。干嘛？我有事要跟你谈。什么事？说吧。你跟 Corinne 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？对你很重要吗？对我不重要，可是对文熙很重要。文熙怎么了？我在 Corinne 的手机里面看见你们两个人的照片。那种照片不是普通朋友会拍的。原来你说的是那些照片啊 ！Come on， 老哥，我和他都是单身，男欢女爱，没什么不对吧？你有没有想过他拍那些照片会有什么目的啊？完全没有，可能好玩吧。你最好不要玩出火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需要你这样质问我吗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拍那些照片。总之，他没有干涉我的生活和自由，那有什么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文熙看到那些照片，他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？我和文熙只是普通朋友，没错，你说过他喜欢我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两个并没有进一步的交往，我也没有对他许下任何承诺。你脚踏两船就是不对。文熙是好女孩子，如果你不喜欢人家的话，你应该跟她表明态度的。我没有脚踏两条船，你要我表明什么态度？你到底要我怎么说，才肯相信我？我不管你喜欢谁，总之你应该跟她说清楚。我怎么处理我的感情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需要你来教我。如果你伤害到文熙，我就一定要插手。莫名其妙，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要自以为是。你自己跟文熙说清楚。
小姐，不要玩了。不对，不对，这不是我要的感觉。再来一个。都说不对啦，这也不是我要的感觉。再来一个。小姐，拍够了吧？这也不是我要的感觉。再来吧。这就对啦，终于肯笑啦。拿来，让我看看你拍了什么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差不多有我1成的功力。才1成而已啊。1成已经很多了，把我拍得支离破碎，不过还蛮有感觉的。你没听过缺陷也是一种美吗？我刚才听见你跟子豪在争论，你们到底在争论什么？子豪说你有事情要告诉我，什么事啊？你不想说啊？不想说没关系。哎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跟我来，走过来。试一下味道。好，继续。哇，挤得那么难看，跟我这个比起来差太远了吧？我这是第1次做蛋糕，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已经不错了。你这个做师傅的不能要求过高。有要求才会有进步啊！没想到你除了会设计婚纱，还会做蛋糕。我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，都会逼自己烘焙蛋糕的。啊，那吃了你做的蛋糕，岂不是把你的不开心全部都吃到肚子里了？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烘焙蛋糕呢，材料跟烘焙的时间都要刚刚好，所以呢，一定要专心，更加不可以想不开心的事情。这样蛋糕出来的时候，心情就会变好，什么火气都没有啦。说的有道理，但先决条件是你一定要会烘焙蛋糕。像我这样什么都不会的人，只会越做越烦。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一起烘焙蛋糕的。你要不要试试这个，看味道怎么样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啊，不要动。好了。不要告诉我你在跟踪我。你怕吗？很怕。没做亏心事，怕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？那就是我家呀。你也住这里？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送文熙回家。文熙是我的邻居。那你以后可麻烦了。你放心啦，我是说我对手那么强，以后得加把劲才行，不能输给别人。不过我对自己绝对有100%的信心。等等。
淑慧，谢谢。对了，你是怎么认识子阳的？你也认识他？他是我摄影师，他是我朋友的弟弟。你是说子豪？你跟 James 分手就是因为子阳？对啊，子阳比 James 有情趣多了，跟子阳在一起一点都不闷。那你知不知道子阳是有女朋友的？你是说文熙？你也认识文熙？我刚刚帮他们婚纱店拍宣传照片，我还知道文熙就住在我们附近。既然你都知道，那为什么还要介入他们的感情？我知道文熙喜欢子阳，问题是子阳喜不喜欢文熙？就算他们喜欢对方，也不代表将来会在一起。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？当感情介入第三者，是不会有双赢的，不是你伤害到对方，就是对方伤害到你，你要考虑清楚。想这么多干嘛？我们现在只是做朋友，将来的事谁也不知道。不要担心啦，我知道怎么做的。我知道你很好胜，不过不是每一次都是你赢的。万一这次受伤的是自己，怎么办？我是你妹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诅咒我？我是为你好。好好好，谢谢姐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有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有。哎，家俊，家俊，你妈妈怎么样了？那天你走后，她情绪很激动。之后也不肯跟我说话，每天看着爸爸的照片，连药也不要吃。你们好好劝他。我妈很固执，虽然你已经说出了当年的真相，可是她就是不愿意接受。她还说，你和福林叔是串通好的。哎，那么多年的恩怨啊，想一下子化解不容易的。那给你妈妈呢多点时间，慢慢的想通。那你呢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离开这个地方，或许这样，我妈的心里会好过一点。离开能解决事情吗？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。你妈妈放不下啊！你就算带她去天涯海角都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这里有仇恨吗？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放得下吗？我？笨蛋，我指的是霸王花，你放下了没有？我看得出你喜欢他，他也很信任你啊。那你不要以为你这样离开之后一了百了了。要是霸王花问起你，那你该怎么说？所以我认为呢，你跟他说清楚比较好。那不管他接不接受，免得以后要发现真相的话他的打击更大。你自己想清楚了。哎，德叔早。哎，未来姐夫早。阿才，别乱叫未来姐夫啊！你这么一叫就把家俊吓跑了。德叔啊，你别吓他了。我说的是真的吗？不过到最后1分钟啊，不知道什么结局的。德叔，哎呀，你这个未来姐夫跟以前的未来姐夫不一样了，他不会跑掉的啊。总之你别把人吓跑，别乱叫了。德叔，当初我没说啊。红宝桥那边今天出殡，你和家俊去跟进。阿才，你跟我到摇龙办点事。我不要，我今天要跟未来姐夫，我要跟嘉勋哥一起。好吧，你跟家俊、德叔去准备，我们一下子就出发。我们也去准备啊。嘉勋哥啊，我叫你未来姐夫，你真的会跑掉？最多，我以后不要叫你未来姐夫了，我不要再看到大姐伤心了。上次大姐因为分手的事伤心了很久，我怎么逗她开心，她都不要笑。不过你来了以后，她就比以前开心了。只要你听话，你大姐就很开心了。
不是这样的。大姐很爱管人的，她什么东西都要管。你答应我，不管她怎么管你，你都不要跑掉 ，OK？ 哎，停车！阿才，你去哪里？喂，急急忙忙跑下车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是来这里啊？在找什么？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我要帮他买礼物。哎，家军哥，不然你帮我选啊？啊？神神秘秘的，就是为了买礼物啊？好，我帮你选。这个太贵了，我们去外面看啊。礼物已经买了，不会不见的。你说爸爸会喜欢吗？只要是阿才送的，你爸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开车过来。哦。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警察，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让开！我的礼物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警察！站住！救我！他是谁？家军哥，你不要问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跑过？没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是渔区逗留，在街上非法拉客的妓女。好了，没事。谢谢你们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栾小芳。我叫阿才。走吧，开工了，别再发呆了。哦。阿才，还在想刚才的事？家军哥啊，刚才的事你不要告诉大姐啊。我知道怎么做。哎呀，礼物呢？啊，阿才，在这里。你呀，从刚才到现在心不在焉呐。一切还顺利吧？没问题。啊，你看这里怎么会这样的？一定是刚才掉在地上撞破了。这是买给爸爸的礼物，那怎么办啊？让我看看。没关系，只要是你买的，爸爸不会介意的。是啊，福林叔知道你这么有他的心，已经很开心了。哎，还有生日卡，爸爸一定会很喜欢的。阿才，帮我跟福林叔说生日快乐，
祝他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不然你自己跟他说啊。哎，你今晚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啊！啊？你有事啊？好啊，不过总不能空手去吧？那等一下一起买礼物啊！爸爸看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爸，我们回来啦！你们回来的是时候啊，饭煮好了。不是说我下厨的吗？怎么不等我回来就煮了？整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很难受的。福林叔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，谢谢谢谢。小弟，你不是也有礼物要送给爸爸的吗？哦，爸爸，你生日快乐！这是我买的新茶具，不过刚才掉在地上，不小心弄破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爸爸知道你有这份心意啊，很开心啊。对了，诗慧呢？他刚才打电话来说他赶不及，叫我们不用等他了。哎，吃饭啦！今天真的很开心呐！要是阿慧赶得及回来，那就更好了。爸，诗慧的工作是这样的，明天我们等她回来再吃一顿好的，好不好？阿才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闷闷不乐？没有啊，我没事。她从刚才就这样啦，一定是为了礼物打破的事而耿耿于怀。傻孩子。阿才已经长大了，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你们就别太担心他了。对，孩子长大了是应该让他自己去闯一闯的。哎呀，自从动过手术之后，我就觉得身体大不如前了。医生说你需要一段时间休养，把身体调理好了，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上班啦。我是想啊，把寿板店的生意完全交给你，那我就可以退休享清福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看好寿板店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我当然知道，不过如果家俊肯帮你的话，那我就会更加放心了。家俊啊，你不要以为阿雅有3头6臂，其实她有时候会忽略很多东西的，而且她处理事情都是直来直往，得罪很多人，她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希望你帮我看着她，从旁协助她，那我就真的可以退休享清福了。爸，你怎么把我说的那么没用啊？爸爸帮你找了一个好帮手，不好吗？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好像有心事。其实，今天和你们一起庆祝福林叔的生日，看到你们一家人互相照顾、彼此关心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幸福。和你们在一起，让我感觉到了家庭的温暖。如果你喜欢，可以常常来的，爸爸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真的可以吗？你和小弟今天怎么了？出去回来之后都怪怪的。是吗？没有啊。我总觉得你闷闷不乐的，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的。是呀，我想过了，我想离开这一行。为什么？你做的不开心吗？不是。是不是店里发生不开心的事？没有，大家都对我很好。那你更没有离开的理由啊。就是因为你们都对我太好了，所以我……是不是爸刚才说的话让你有压力？你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的，爸爸只是说说而已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你就照平常一样工作就行了。是啊，其实我是……伯母。是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迟一点再打电话给你。那我先走了。
妈，妈，不要叫我！我现在都知道了，原来你喜欢了人家的女儿，才跟阿德串通好来骗我，编个故事来诬赖你爸爸。我没有和德叔串通，德叔说的是真的，是爸爸自己好赌，才会走上绝路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竟然相信别人的话，跟他们联合起来说你爸爸的不是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阿强啊，我们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不孝子？都怪我教子无方啊！妈，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能放下？再说，那也是上一代的事了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这一代好过一点？妈，爸泉下有知，看到你这样也不会安息的。我们就不要再提报仇的事了，不如我们离开这里。要走，你自己走。我是不会放过蔡福林的，我要他一命赔一命。够了，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会跟西雅说清楚，然后离开寿板店。总之，我是不会再听你的话去报仇了。家俊，从来没有这么大声跟我说话，现在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妈妈的话都不听了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太听你的话，才会做出这么多错事。为了什么报仇，进入寿盘店，结果Alan跟我分手，为了讨回什么公道，害到德叔差一点坐牢。我现在看到自己的样子，都觉得自己可怕。我甚至憎恨我自己。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感受。我是喜欢诗雅，可是只要你不开心，我宁可放弃这段感情，放弃这一切。这还不够听你的话吗？维西，哎，回来啦！我约了伊恩跟米肖去看新辆车，我找到了一个古董车的收藏家，他已经答应把车借给我们了，有空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反正我也想跟你偷师。我不介意，不过学的越多就要做的更多啊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只要你付我多1倍的薪水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的。你今天好像很开心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每天都那么开心啊，是你没有察觉而已啊。哇，只是一个晚上就有1000多个人上我们的网站了。什么？口瑞的婚纱照，好多人看过，而且还有留言呢。真的啊？没想到反应这么好，看来我们真的是选对模特了。喂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鬼鬼祟祟。哎，什么时候拍的？昨天我跟子阳出去，我看到他不开心，所以我就问他什么事啊，他不说，所以我就帮他拍了很多照片，哄他开心咯。啊，对了，这个 cupcake 呢，是我跟子阳亲手做的，你把它吃了，就不要再生子阳的气，好不好？子阳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到底要怎样跟我说什么？其实他来送海报。哦，那么快就来啦？先生，谢谢，不用客气。哇，
真的很漂亮哎，难怪网站上的反应那么热烈啊！是你设计的好，是子阳拍的好。又在讲我什么啊？照片来啦。是还不错。我第一次看到 Corinne 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她一定能够把那个幸福的感觉穿出来的。你不是说过每张照片都可以传达一个故事吗？那你认为 Corinne 穿上这婚纱有没有把幸福传达出来？拍好照片，带出商品所要表达的主题，是每个模特应该做的。我只能说她很专业，我也很专业。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吧？你们两兄弟还在为昨天的事情怄气啊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要说的我已经说了，应该说清楚的是他。我只是回来拿东西的，马上就走。子阳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。这是一份新的合约，接下来呢，公司有一连串的计划，我们决定把你栽培成超级模特儿。你先看看合约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，我们再谈。超级模特儿，你只要签了这份合约呢，一切就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。我已经把今年设定为 Year of Corinne， 很多商家看了你那些照片之后呢，都指定要你拍他们产品的广告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刚刚入行只拍过3个广告。模特这一行是不管你的资历的，机会来了，你就会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会找专人帮你包装，到时啊，不只是在本地红透半边天，我还打算把你推上国际舞台。喂，哦，姚经理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啊！你是说那个婚纱广告吗？哦，是啊，她叫 Corinne， 是我们的模特儿。好啊，我会帮你安排的，没有问题，谢谢，再见。你现在相信了吧？刚才那个姚经理要我安排饭局，想要和你见个面，谈谈以后的合作。这是一张5年的合约，以后公司呢会优先帮你安排工作，公司也会给你一个私人助理，专门为你打点一切。那佣金方面呢？这个我们可以再谈。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李子阳担任我的专属摄影师。这个没有问题，只要合作有火花，我们会尽量帮你争取。果然很有气色。各位老板，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正聊着。来，让我介绍我们公司旗下的大红人，他就是 Corinne。Corinne 这位是爱美丽服装集团的刘总裁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 B&K 高级手表行的林老板。你好。你好。还有这位是 JL 珠宝集团的。叫 Richard 可以。你好 ，Richard。Richard 在本地有很多家珠宝店分行，现在市场上许多珠宝首饰的品牌也都是他的公司引进的。Corinne， 请这边坐。谢谢。我在这一行还是新人，希望以后各位老板可以多多关照。我们公司迟些会推出新的珠宝设计，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当代言人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小小见面礼，打开来看，看你喜欢吗？这会不会太贵重 ？Corinne， 难得 Richard 一番心意，你就不要拒绝他的好意了。谢谢你 ，Richard， 我很喜欢。你这次可真大手笔哦！哎，小意思，以我们公司的规模，第一次跟Corinne见面，怎么可以这么小气呢？更何况能博得红颜一笑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来，我敬各位老板一杯，希望以后可以跟各位老板合作愉快。Cheers。子阳。
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你现在是名模特了，这个样子不怕被别人拍照啊？你跟我来。现在就没有人可以打扰了。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只是今天，不是每天吗？没想到婚纱照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，因为是你把我拍得这么出色，真的要谢谢你，没有你我就没有今天了。只是谢谢这么简单。你们放心好了，不管你们有什么要求，我们酒店都会尽力配合的。谢谢你，安如。我们决定细节之后，我们再详谈吧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米莎啊，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会帮你换一件比较轻便的礼服，方便你招待顾客。谢谢你，您真的设想周到。很多顾客除了喜欢文熙的设计之外，对她的体贴和周到也赞不绝口的。啊，你们两个都很细心，很为我们着想。这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嘛。那婚礼当天呢，我们会搭建一个透明的marquee膨胀，里面有冷气的设备，让你的客人可以很舒适的聊天和用餐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会以白玫瑰作为主要的设计。白玫瑰象征纯洁，是祝贺你们有一个纯洁无瑕的爱情。至于餐具方面呢，我们会选用中式的龙凤碗筷。当然，我们也考虑到其他客人可能不会用筷子，所以同时我们也准备了西式的餐具。这样的安排，你们满意吗？Baby， 你喜欢吗？这样听起来已经感觉到整个婚礼会很精彩，可是这样的安排会不会花很多钱？啊，没关系的，我要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。谢谢你。我们去看一下蜜月套房吧。好，请跟我来。请进。这就是蜜月套房，这里是客厅，请跟我来吧。这就是你们的睡房，我们会在床上铺上龙凤被，也会在上面撒莲子、白果、红枣，而且呢，橱柜还有这个镜子也会贴上大大的喜字。还有啊，这间酒店呢位于市中心，如果晚宴回来你们还不觉得累的话，可以好好的欣赏这里的夜景。还有那天你们在喜铺看到的用品，比如说子孙灯、千孙尺，我们都会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安排。酒店也会给你们红酒还有蛋糕来庆祝的。刚才你说在床上的莲子、白果可以不要吗？那时候他不喜欢。没问题。伊恩，这间房间很漂亮。安珠，可以去试菜了吗？好的，请跟我来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酒店的中餐厅师傅曾经获得世界中餐比赛的冠军。很多人千里迢迢来到新加坡，就是为了要试师傅的手艺的。我前几天还看到师傅上电视接受访问。你们说的这么好，搞到我肚子都饿了。很快就有得吃了，请跟我来。不要玩了。这发什么呆？告诉你，等着你只不过是个选